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8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加拿大房市闪现拐点信号。上个月，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一段时间缺失了重要的要素——卖家。也许触发因素是加拿大央行在3月2日加息，但更多的卖家在2月份进入房地产市场，增加了全国各地的新房源。这一点在卡尔加里最为明显，据估计，与前一个月相比，新房源激增了 69%， 为销售达到2月份的记录奠定了基础。住房还不是便宜货。卡尔加里的综合 MLS 房价指数在1月至2月期间上涨了 5.9%， 即27000加元，价格比前一年上涨了 16.1%。多伦多现在是加拿大最昂贵的市场，其 MLS 房屋价格指数比1月份上涨了 6.4%， 一个月内上涨了8万多加元。自2021年2月以来，价格飙升了35.4万加元至 35.9%。温哥华房价较1月份上涨 4.6%， 比前一年上涨 20.8%， 上涨金额为22.6万加元。从1月份开始，转售量估计下降 6%， 新房源增加 12%， 这可能是迈向更平衡市场的第一步。经济学家表示，新房源的增加很重要，因为卖家将在春季房地产市场的形成中发挥核心作用。如果在更多的加息和可能的只在冷却市场的住房政策出台前，有相当数量的房主认为是好的出售时机的话，那么它可能会缓解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如果卖家没有大量回来，价格将继续飙升，直到利率上升到足以抑制需求。在许多层面上，宽松政策是受欢迎的。最近的一份国际住房负担能力报告将温哥华列为全球第3大最负担不起的市场，仅次于香港和悉尼。Demographia 国际住房负担能力报告还指出，严重负担不起的住房已经从温哥华蔓延到较小的市场，如奇利瓦克、弗雷泽谷、基洛纳和温哥华岛的市场。加拿大1月份商品贸易为顺差。加拿大统计局周二表示，该国1月份的商品贸易顺差为26亿加元，而12月份的修正赤字为16亿加元。BMO 经济学家 Shelley Koshik 表示，出口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支撑，这部分抵消了持续供应链中断造成的汽车生产疲软。按实际总量计算，1月份进口总额下降 8.5%， 而出口量下降 4.6%。在2021年底的赤字之后，由于进口总额下降 7.4% 至540亿加元，因此国际货物贸易又返回了贸易盈余。从地区来看，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回归贸易顺差之际，该国公布了自2008年7月以来对美国的最大顺差。加拿大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为1月份的93亿加元，而12月份为71亿加元。与此同时，加拿大与美国以外国家的贸易逆差在1月份收窄至67亿加元，而12月份为86亿加元。在服务方面，加拿大1月份的每月国际服务贸易逆差从12月份的 1.72 亿加元增加到 3.14 亿加元。服务出口下降 4% 至116亿加元，而进口则下跌 2.8% 至119亿加元。加拿大1月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为23亿加元，而12月的逆差为18亿加元。习近平警告，制裁将拖累世界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拖累全球经济，因为欧洲加强了游说活动，要求中国就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进行调解。习近平周二告诉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他对战争重现欧洲大陆深感遗憾，并支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联合国称，这场危机已造成400多名平民死亡。
他重申了北京对制裁的反对，制裁已成为西方回应俄罗斯侵略的基石。习近平说，应该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并警告说，制裁将拖累已经承受着大流行沉重负担的世界经济。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与法国、德国和欧盟保持协调，并与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他还说，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必须得到尊重。中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减少这场危机的负面影响。法国和德国政府尚未公布他们的通话内容。习近平在入侵前的几天与马克龙进行了交谈，当时他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他尚未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过这种情况。尽管对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正在进行的袭击以及他向莫斯科提供的默许言辞支持感到担忧，但欧洲官员认为，局势的严重性意味着必须争取中国进行干预。美国和中国官员之间的交流更加尖锐。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告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基于有关事项的是非曲直。布林肯本周在欧洲之行中继续其强硬的言论。周一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行动胜于雄辩。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高层正在华盛顿进行一场辩论，讨论是否寻求北京的合作来执行制裁，并说服俄罗斯缓和其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周二早些时候会见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但没有详细说明所讨论的内容。白金汉宫会成为英女王的最后居住地吗？根据来自皇室消息的一些闪亮的新情报，女王陛下不太可能永久返回皇室成员最著名的家，而是在温莎城堡放松一下，因为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她已经在那里住了2年。星期日《泰晤士报》是第一个报道的媒体，虽然白金汉宫的发言人没有证实或否认任何事情，但预计这座巨型建筑从技术上来讲仍将是君主制的中心。显然，女王已经更喜欢城堡的生活。皇家作家 Hugo Vickers 解释说，温莎是她喜欢的地方。她在那里有与菲利普亲王的回忆，她在那里有她的小马，在附近有家人。这是有道理的。与此同时，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公爵夫人计划在查尔斯成为国王后搬进拥有775间客房的白金汉宫。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每日邮报》，他坚定地认为这是英国首都君主制的可见象征，因此那里必须是查尔斯王子的家。白金汉宫仍将是一个工作和娱乐中心，也将继续向游客开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景点。但查尔斯王子仍然可以同时住在那里，就像他在 Highgrove 所做的那样 ，Highgrove 也向公众开放。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